百变小厨房，不负好时光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变小厨房。不得不说，西瓜是夏天最受欢迎的水果，没有之一。但是呢，现在西瓜的品种非常的多，像我们一般买就是买非常大的，一个西瓜买回来就是10多斤，很难一天之内把它吃光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切下来吃不完的西瓜，大家都会选择直接放到冰箱。其实这种选择是不对的，因为冰箱的温度过低，会将西瓜的肉质破坏掉。冰箱里含有厌氧菌，随着时间的延长，厌氧菌的数量会越来越多。如果我们把切开的西瓜放在上面，那么这个时候厌氧菌就会附着在西瓜瓤上，不仅会破坏西瓜所含的维生素、矿物质等营养成分。不仅如此，很多人的身体也不适合吃冰冻过的西瓜，尤其是一些肠胃不太好的朋友，吃了冰镇的西瓜，特别容易导致腹泻等症状。并且西瓜属于含水量较多的水果，如果将切开的西瓜直接放在冰箱里面长时间的冷藏，会导致西瓜的水分大量的蒸发，带走营养成分。既然切开的西瓜不能直接放到冰箱里，而夏天非常炎热，温度也非常的高，西瓜如果没有任何防护，6个小时内就会滋生细菌。那么切开的西瓜不能直接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保存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正确的保存西瓜呢？其实非常简单，下面就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在西瓜切口处用保鲜膜将它密封保存。为了防止有些地方没有包裹严实，那么我们尽量多包几层保鲜膜，一定要确保切口处完全被包裹起来，使西瓜的切口处和空气完全隔绝。我这里总共包了3层保鲜膜。包裹好之后，我们一定要检查一下西瓜的边缘处，看看西瓜的切口是否被完全的包裹住，这样才可以更有效的隔绝空气中的细菌污染西瓜。但是夏天天气这么炎热，温度这么高，如果直接把密封好的西瓜放在常温下面来保存，这样也是不切实际的。几个小时后，西瓜也会开始慢慢的变质腐败，滋生大量的细菌。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大盆子，往里面加入冰水，再把盖好保鲜膜的西瓜放进去。一般情况下，水位到西瓜的2/3的位置就可以了。我们把西瓜这样密封好后，泡在凉水里，可以给西瓜达到一个降温的效果。这样呢，就可以让我们的西瓜处于一个温度较低的环境里，这样就可以达到延长西瓜保质期的作用。如果气温太高的话，那么也可以1天之内多换几次清水，这样呢效果就会更好，可以让西瓜一直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温度，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延长西瓜的保质期，放很长一段时间西瓜都不会变坏哦。但是呢，这里还是建议您在购买西瓜的时候还是别贪多，新鲜的西瓜才是最好吃最健康的。虽然说盖上了保鲜膜，放到了冰水里面，这样可以延长西瓜的保质期，但是时间一长还是会滋生细菌的。像这个方法呢，就比较适合不能吃冰镇西瓜的朋友。当我们要吃西瓜的时候，我们把它抱出来，将保鲜膜取掉，然后最好是用水果刀或者是菜刀将西瓜表层的这些地方给它切除。因为西瓜滋生细菌都是从西瓜表面切口处开始滋生的，因此只要是放置过一段时间的西瓜，我们再次食用的时候，都建议大家将西瓜表层直接切除，不要再食用。切除后我们就可以开始食用了，我们可以用勺子这样一勺一勺的盛着吃，但是我们如果用勺子吃了的西瓜再剩下的话，就特别容易滋生细菌，保存的时间也会大大缩短，
因此，我们如果是直接用勺子来吃西瓜的话，尽量在1天之内把西瓜吃完。如果吃不了的话，就尽量用刀将它切成小块再来食用。我们在切西瓜的时候，顺着花纹这样纵着切，就不容易切到西瓜籽，把西瓜籽切坏了。当然，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，我们建议再把西瓜切得小一点，切得薄一点，这样孩子吃起来就更加的方便了。切成这个薄薄的西瓜块，孩子吃起来也比较方便，不容易把身上和手上弄脏，并且呢也不会引起不必要的浪费。那么如果再剩下一小半这样的西瓜，现在的西瓜呢有2个切口，我们要怎么来保存呢？现在呢也是需要用保鲜膜再将它覆盖起来的，也要确保西瓜的每个切口处都要紧紧的被保鲜膜包裹住。因为我们切成这种形状的西瓜呢，现在直接放入盆中的话，那么西瓜的切口就会被水浸泡起来，这样呢更不利于保存。因此我们一定要再用保鲜膜将2面切口处给它封死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也可以多封几次保鲜膜，像之前一样。将西瓜包裹成这个样子，现在呢，我们就不建议把它再放到冷水里面去降温。像这样的西瓜呢，我们建议在1天之内食用完。如果食用不完的话，包上保鲜膜之后，就只能放入冰箱冷藏啦。这里需要提醒的是，很多朋友在冰箱冷藏西瓜的时候，都是直接放入到冰箱里面冷藏，那样是不对的。我们也一定要在上面包裹上保鲜膜，然后再把西瓜放到冰箱冷藏。这样既可以保证西瓜不变质、不串味，并且可以保证西瓜在冰箱里面冷藏的时候水分不流失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那么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。接着我们只需要把西瓜放在冷藏室里面冷藏就可以了。像这样保存的西瓜，我们要尽早把它吃完哦。今天呢，主要给大家分享了一下被切开的西瓜怎样保存的一些小方法，您学会了吗？那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你收看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